大家好，我是小夏，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这一期影片中，我将会给大家介绍一种房地产投资赚钱的方法。这种方法呢，适用于普通人，但是也是房地产赚钱的方法当中相对高阶也复杂一些的方法。我不但呢会给大家讲知识点，还会在这期影片中实际带大家去看一套房子，干货满满，希望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很多人都听说过买什么都不如买房子，但是你买了一套房子就能被称为房地产投资了吗？还有很多人认为房地产投资需要很多的钱，动辄就是要买地盖楼，上千万上亿，但是普通人难道就不能利用房地产投资来赚钱吗？如果你也有这些疑问的话呢，欢迎你订阅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在我的一系列影片中把我亲身经历过的、尝试过的、了解到的所有和房地产投资赚钱有关的方法和知识全部都分享给大家。无论你是想要买一套自住房，还是你想要多样化你的投资，还是说你想真的用房地产投资赚钱为副业，都希望你能够从我的影片中获得一定的经验以及帮助。还要说明的是，我个人并不是房地产经纪人，我也不是富二代，我只是一个在美国留学工作的普通人。我的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全部来自于我在美国东部的大城市投资、买房、看房的一些经验，以及我认识的很多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人，他们都对房地产投资有很大的热情，并且也有很大的成就。所以，如果你对房地产投资赚钱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点亮小铃铛。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正题。我说的这种投资赚钱的方法呢，就是 flip。flip 顾名思义呢，就是翻新房屋来赚钱。flip 的定义其实是很广泛的。如果你买了一套房子，你的目的并不是自己居住，也并不是把它出租，那基本都属于 flip， 也就是翻新房屋赚钱的这个范围。flip 的时间线呢，其实是比较广的。它虽然属于短期投资，但是少则4到6个月，长则3到5年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所以为什么说 flip 是一种比较高级也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方法呢？你的 flip 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3个关键点。第一点，你作为一个买家要对房子的 condition， 也就是房子的质量情况能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少地方要修，这个装修到底要花多长的时间，多少的钱。第二点，你作为一个投资者，要对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和它周围的市场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套房子你再重新把它翻新完上市以后，它能够卖多少钱？你对这个房子所在的地区了解的越深入，越熟悉，就越有助于你做出合理的预估。第三点，你要有比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并且最好是在你经济压力不要特别大的时候呢，尝试翻新房屋赚钱。因为如果你有一个特别紧张的目标，比如说我一定要在6个月之内把这套房子卖掉，或者我卖这套房子一定要挣多少钱，那你在整个翻新的过程中呢，心理压力就会非常的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选择了买某套房子，它是基于你自己在第一点和第二点上做出的预判，但是这个预判是你自己的预估，它中间一定是存在有风险的。比如说，如果你的装修超时了，你的装修超出了你的预算，那这些事情都是不可抗的因素。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从来没有人会说房地产投资一定是稳赚不赔的。但是我希望我给大家分享的经验和建议能够帮助大家降低这些风险。好了，那道理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听着还是有点云里雾里的。咱们现在呢，就给大家实地的看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通过我们的初期判断，认为它存在翻新挣钱的可能性。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房子的基本情况。这套房子现在上市刚刚1周，但是非常的火爆。据他的经纪人说，已经收到了4到5个 offer 了。这套房子的地理位置呢，在华盛顿 DC 附近，就是华盛顿特区，美国的首都。这个出于和卖家还有地产经纪人的提前沟通的情况呢，他们不希望我们在影片中公布房子的具体位置，但是他们允许我们拍摄，所以咱们就一起去看看吧。The house is still cool. Thank you.
although nothing's on. The heat or the cooling is not on. I see. I'll let you walk through. It's pretty self-evident as Yes, things yes, are. I saw the report.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个房子的末半地。Yeah, the stairs, the attic. I haven't been up there. We just replaced that ladder today. 这个是厨房。Well, it had a counterweight system. I'd never seen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in the house that's there. 离开厨房，这就是 laundry room。这是洗衣机，这个是洗衣机，然后这个是烘干机。热水器的，这个是热水器系统，然后这个是空调。房子还是比较陈旧的啊，有一些，这个是曾经应该是上面屋顶是漏水，看到啊，这块也是有一个小的桑露，这个还挺舒服的，可以坐在这里晒晒太阳，喝喝茶，还是很舒服的。客厅还是很大的。bedroom 小的 bedroom。这个房子其实这个漏水的情况比较多，主要是因为屋顶太老了，所以经常会有这种墙皮脱落。它的窗户比较大，其实整个房间就显得非常明亮。这是另外一个，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卧室。不过主人应该把它改成了一个书房。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这个地是有一点下陷，看看，这个地是下陷的。美国的房子都是这样，就是只要有 closet， 只要有衣帽间就属于一个卧室，所以这个应该是第二个卧室，比刚才咱们看的第一个卧室要稍微的大一点。好，这个是主卧了。横排的对拉窗，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窗。咱们来现在去看一眼洗手间，这是它的洗手间，也是全房间唯一一个洗手间。喷浴、淋浴头，然后黑色的瓷砖。大家看啊，这块是有明显漏水的痕迹。这个房子的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它的房顶，实在是太旧了，看看上面都已经青开了。可以明显的看到，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房顶还是非常旧的，它有这么几块房顶需要去修一下。这块是一块出来的水泥地，这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小小的 sunny room 阳光房，坐在这里喝茶，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后院，还是很舒服的，有很多很多的树。OK， 现在咱们已经看完这套房子了，那接下来我就根据刚才我提到的3点来给大家做一个我的分析。第一点，从房子的 condition 来说，这个房子属于需要装修的内容比较多的一套房子。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些基础设施上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子的房顶是必须要翻新的，然后它呢屋下面就是墙体什么还有一些漏水的情况。
这里要和大家说一个补充的小知识点，就是在美国，你买房子的时候是要请人做专业的房检的，房检师傅会给你一个 inspection report， 也就是房检报告。那一般呢，这个房检是买家请人来做的，但是呢，这套房子的卖家，因为他很清楚，他这套房子可能会被很多投资者看上，并且他的房子就是需要装修的，所以他提前请人做了这个房检，并且也把报告发给了所有的来看房的买家。所以我现在呢，就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报告是什么样的。大家能看到这个报告是非常专业，也是非常详细的。它前面呢主要会有一些明细的描述，后面呢还会有很多的图片。不过呢，虽然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很多问题，但是呢，有一些属于必须修的，有一些呢属于 nice to have， 就是可修可不修。那比如说那个房顶现在的情况就是必须要翻新的，但是这个报告里提及说，像空调机和热水器所在的那个 utility room 那个房间里面的隔热层不够厚，那说白了呢，就是电能和热能会造成一点浪费，就是会费电。那这就不属于什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买家自己在进行判断的。那么如果我买了这套房子，我会做的翻新装修呢，就是翻新它现在的屋顶，一定要重新做墙体的防水，有一些窗户漏气了需要更换，所有的电路需要重新走一遍，地板和墙面都要更换，厨房要翻新，至少会有这6件事情我需要做，所以我会说它这套房子属于装修上的要求比较高的一套。第二点，房子所在地区的市场价。那根据我们前期的了解和调查呢，那片区域房子出售的均价大概在40万到50万美金，但是呢，这个价格也取决于每套房子的面积啊、年代、它房屋的质量情况等等的因素。所以说，这套房子它现在是3室1厅1卫，在整个小区中呢算相对比较小的，并且这套房子呢并没有地下室，也没有什么延展的空间。所以说，如果它能够卖到这片地区均价的最低线，也就是40万美金的话呢，中间还是有一定的差价的。第三点，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我们买了这套房子所需要承受的压力和风险到底有多大。那现在这套房子的要价是28万美金，假设我们就付28万美金买下来这套房子，那么你算上一些你买了以后的手续费啊，给房屋经纪人的提成啊，大概还需要1万美金，也就是现在的成本是29万。那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呢？我前面已经说了，最大的开销就是房屋现在的房顶，还有房屋墙体的漏水要修。那这2点咱们假设每一项是1万块的话呢，一共是2万块，再加上它其他的一些七七八八的装修，大概要3万美金的话，咱们留出来5万美金装修费用的空间。那现在这样的预算呢，就已经到了34万美金了。假设你要卖出的时候呢，因为卖家所付的手续费和税呢，会比买家的稍微高一些，那你卖出的时候再付2万美金的所有其他杂费的话，那你的成本一共是36万美金。如果你能卖到40万美金的话，这个里面的差价还有4万美金，也就是你的利润有10%，其实还是相当可观的。当然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算法。如果你还需要贷款的话，那利息啊、利率啊，还有包括像机会成本啊，还有所谓的 time value of money 啊，咱们这些呢就不在这期视频里面说了，咱们以后还会有机会去讲更复杂的算法。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请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在每周更新1次，并且每次呢都会带大家去实际看一套房子，讲一些新的知识点、案例还有经验。如果你和我一样对房地产投资赚钱感兴趣，就一定不要错过我。我是爱看房的小夏，咱们下期再见，拜拜。